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天汉语，我是邓邓，我是 Crystal。 好久不见，你最近怎么样？还行吧，我最近在忙小孩的事情因为小孩现在在香港上学，对吗？对，因为你的小孩在香港上学，所以你最近也搬家去了香港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之前呢，我做过一个视频，是向大家介绍了一下我在深圳生活1个月大概需要花多少钱，那很多人都很感兴趣。那现在呢，我就想来问问你，你在香港生活1个月大概要花多少钱？租房子1个月要花多少钱呢？1个月要花1万出头。因为房租在香港的话都是比较贵的。然后你就租个那种小区的房子嘛。我觉得最低的都要1.2万左右了。对，这么贵？对，差不多是我的房租的3倍。对，3倍。反正香港的确实房租很贵，就是你租个小区的房子1.4万5也是很普遍的。那你能介绍一下你在香港的房子有多大吗？哎呀，小的可怜。真的小的很可怜。我跟大家说那个房子实用面积也就40平米，将够40平米吧，样子。那是不太大。然后2个房间，一个卫生间，一个洗手间，然后一个客厅嘛，很小很小的。那确实是不太大。我想问你，你住的多大？我的房子它在合同上的面积写的是53平。你住的好豪华呀。实用面积我觉得应该也有40来平吧。那肯定是要40多的。你住的比我住的要大。对，因为我还是1个人住，然后你们还是一家4口，对吗？对。那确实我住的比你们豪华一点。对呀，你1个人就有40平米的房空间，我的人均10平米。对。那你们1个月的生活的支出大概要多少呢？就除了房租，还有水费、电费、网费这些，贵不贵？我想想啊，电费和水费都是2个月交一次的。然后电费每个月每2个月都要500-600。夏天就要吹空调嘛，对，非常的热，那肯定每个月要多几百。是。然后网费1个月100多。还有什么？管理费1个月都要2000多。就是小区的管理费，相当于我们内地的物业费。对。那所以说在香港租房的话，1个月比如说你的租金是1.2万，然后你的水电煤气这些加起来要1000块。差不多吧，差不多。所以可能物业费1个月2000。2000多一丁丁，就这样2000吧。然后这个多少了？1.2万，2000，14000，15000。如果你在香港只是普通吃饭的话，要多少钱？吃一顿，就1个人吃一顿。1个人吃一顿的话，在40块到80块之间。汉堡呀，就是30-40也可以的嘛。然后那种都是最便宜的了。但是如果去茶餐厅的话，基本上都是60左右。普通的人，你在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区生活的话，去茶餐厅吃一顿饭可能要在60左右。对。那这个可能也是内地的2倍。早上你要去茶餐厅吃，也在40左右。早餐也要40。那如果说吃早餐40，中饭60，晚饭60，这就是160一天，160一天，对吧？那如果不做饭的话，可能就100多，真的要是如果在外边吃的话。对，160一天，1个月就要4000多，4800。如果你这样算的话，是，对吧？1个月要4800块钱的伙食费。如果吃的好一些，可能1个月需要5-6千。
应该是的，是吧？应该是的。那如果这样算下来的话，一个人就要4000。那如果你是一个家庭，像你们一家4口，如果一家4口每天都在外面吃饭，那可能也要1万多。对呀，所以我做饭呀。买菜的话，我一天也要花100多块钱，100块钱左右要买菜吧。所以就是在香港生活，如果你是一个家庭，你每天买菜做饭，这个在吃饭这一方面，可能也要3到4千，3到4千。对，我觉得应该要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就是房租加上吃饭，这已经就18000块了。你了解过香港的平均工资大概是多少钱吗？我前段时间去参加了一个大学的介绍会，他就说他们学校的毕业生薪资的中位数，我记得他好像说的是23000。你在香港不开车对吗？所以你的出行都是依靠公共交通。那出行这一块，你一个月大概要花多少钱呢？从我家那个地铁坐到另外一个地方，20多分钟，可能要花30块钱左右。所以如果你出门来回一趟，大概就是要60左右。对呀，我们简单的来算一下，你每天只出去一趟，上班、下班，然后一个月的这个交通支出应该要1500左右。对，像你们一个家庭，一家4口人，2个孩子，如果2个孩子上学，2个大人上班，那这样光交通费可能就要3000块。差不多吧。房租、吃饭，再加上这个交通费，一个家庭的月支出，至少要2万。对，可以说一个家庭只维持一个非常基本的生活，需要2万块。对，那其实我还看过一些视频，是在香港有一种房子叫汤房，非常非常小，它可能只能放一个床，然后还有一个很小很小的洗手间。对，那有些连洗手间都没有，对，所有的东西都在那一个小房间里，一点点。对，需要和别人共用洗手间，需要和别人共用浴室，也要共用洗衣房。对，因为我看过视频，那样子的很小很小的房子，一个月可能也要5000左右。在香港他们会合租吗？因为其实刚才我们计算过，如果说你一个汤房，它可能只有4平5平，它也需要5000、6000，大一点可能还要7、8千，那你何不和别人一起租一个小区的房子？它有40平，会呀，对吗？会合租呀，他们合租，我觉得也挺普遍的呀。比如说一个14000的房子，我们每个人分摊，对，7000了嘛，对，是不是好很多？是的，这样你的生活环境会提高很多。对，所以这样的话，平摊下来租一个房子，它的成本可能也就要6到7千，至少，对吧？对，再加上刚才我们计算过吃饭，对，就算节省一些，早餐吃20块，午餐吃40块，晚餐最低也要100，对，也要100，那一个月也是要3000。对呀，如果是100块钱，应该是对自己是很苛刻了，我都觉得。是的，是的，那一个月也要3000，再加上房租，这就是1万块了。对，就是对呀，你还有其他的费用是吧？你的水电煤气跟室友是不是要均摊呀？对，对呀，你自己的社交的，你自己的出行是吧？对啊。刚才我们计算了一个出行，可能一个月也要1000。那如果说你近一些，我找一个离上班的地方近一些的，那至少可能也要500。对呀，如果你合租跟室友平摊水电费、网费，那算500，一个月500块，那这里加起来就是11000块了。对，然后你还要买衣服，对，还要可能社交，跟朋友一起出去玩，光住，然后吃饭。出行这些已经只是维持基本的生活了，对，这已经要11000块。你觉得如果一个年轻人我在香港工作，我一个月花1000块买衣服，
够吗？我觉得够呀。像我不会每个月买衣服嘛，我一年都是可能买2、3次，我就一次买几件，我都是这样子的。衣服可能大部分人都不会每个月去买衣服，对，每个月去买衣服。对对对。所以说一年花12000买衣服，平均每个月1000应该是够的。我觉得足够了。所以如果说买衣服，鞋子这些算1000块，那现在我们就需要花12000。对，然后这12000还是你不出去社交，没有任何社交，只是一个人生活。就像女孩子又要买一点护肤品呀、化妆品呀，这个其实是很贵的啊。对，刚才我们计算过，作为一个家庭来生活的话，那可能2万块钱是它的一个最低限度了。就是你我觉得吃饭、出行、住房，对，对。那如果说作为一个单身的人，个人来说，那可能也要1万多。对，我觉得怎么也得14500吧，差不多。是吧？对，而且年轻的小孩子不会对自己那么苛刻吧？如果你只是住房、出行、吃饭。然后再加上买一些生活用品、衣服、鞋子，这些可能你一个月的消费就要去到13000，13000、14000。如果你对自己好一些，那我觉得你一个月花2万块钱也很合理。对，所以说在香港生活的话，成本还是挺高的。对，他们比内地的居民工资就高嘛。但是确实这个生活成本也高。对，对。但是其实按照我们刚才的计算，如果说一个普通的白领，一个大学毕业生，他一个月的薪资有23000，那他去掉他自己的一般的消费，他其实还是可以存下一些钱来的。对，可以存个几千块钱吧。所以其实这么对比来说的话，我觉得其实在哪里的生活都差不多，因为我们内地可能工资的中位数会低一些，但是我去掉我的生活成本，我也能存下一些钱。那对于香港人来说，他们去掉他们的生活成本，也能存下一些钱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其实，对于个人来说，只是看你喜欢在哪个地方生活而已。对，对于你的收入和支出比来说，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是差不多的。对，差不多。好，那大家现在对在香港的消费有一些了解了吗？希望我们今天的视频可以帮助那些想要去香港工作生活的人。还有想问问大家，就是在你的国家或者你现在工作的地方，你那边的生活成本高不高呀？然后选择一个就是高收入高消费的地方，还是会选择一个低收入低消费的地方呢？你们的意见呢？对，欢迎大家把自己的想法写在评论里。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拜拜。拜。我住在深圳，我的房租是1个月4600块，我每个月花2500块吃饭。我一个月的交通费是300块左右，我每个月花1000块买东西，所以我每个月差不多需要8400块。